川普上任已經超過咗7個月啦，咁美國咧就產生咗好大嘅變化。咁而最唔想見到呢啲變化嘅人咧，肯定就係非民主黨莫屬啦。但係佢哋作為在野黨咧，而家佢哋做嘅嘢咧係比較有限嘅，所以咧佢哋嘅最大目標咧就係佢哋嘅下一個機會，亦即係2026年嘅中期選舉啦。但係一場危機咧已經喺度醖釀緊。民主黨咧喺26年嘅中期選舉失利嘅可能性咧係越嚟越大嘅。歡迎嚟到不左不右，今日咧我哋就嚟睇一睇民主黨嘅呢場危機咧喺邊度出現啦。今日咧我哋係唔會去探討佢嘅意識形態、佢嘅候選人同埋佢嘅策略。我哋今日咧主要嚟睇一睇佢哋面臨所客觀嘅問題。呢一排最熱門嘅話題之一咧，就係德州同埋加州嘅重劃選區之戰，亦即係所謂嘅 gerrymandering。德州共和黨議會咧喺川普嘅強烈支持之下咧，就通過咗重劃選區嘅議案嘅。咁咧就係計劃咧削減5個偏向民主黨嘅席位啦。咁就算咧佢哋嘅民主黨籍州議員咧，就甚至係逃跑咗，都冇辦法阻止呢個議案嘅通過啦。咁之後咧，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咧就不甘示弱，咁咧亦都係強行推進咗佢哋自己嘅重劃選區嘅議案嘅，亦都係打算咧就削減5個偏向共和黨嘅席位。咁一開始睇起嚟咧，就好似話係禮尚往來，兩邊都冇蝕底。但係無論你點樣講，川普點樣無恥都好啦，德州嘅呢一次做法咧係符合佢哋而家有個州嘅憲法啦。並且咧係已經完成咗嘅，但係加州咧係未嘅，因為咧佢哋如果要重劃選區嘅話咧，首先咧就要修改州嘅憲法咧，並且咧要等到今年嘅11月份咧先交俾全民嘅公投，而且咧支持率咧必須要超過50%。咁而家從目前嘅民調嚟睇咧，民主黨想主推嘅呢個公投咧係冇必勝嘅把握嘅，而且更加弊嘅就係咧，就算加州嘅公投咧真係過關咗，其他紅州咧依然係有更多嘅空間咧嚟進行呢個 gerrymandering 嘅。咁譬如講咧，俄亥俄州嘅州法咧就規定咧2025年咧必須要進行選區重劃，咁樣咧共和黨咧又至少多咗2個席位，咁後面嘅咧仲陸續有嚟，咩密蘇里州啊、印第安納州啊、佛羅里達州啊等等咧，都會有計劃咧進行重劃選區嘅。咁而民主黨呢一邊咧，好多州本身咧，好多州咧就已經係俾拉到咗 gerrymandering 嘅極限啦。咁啊入邊有好多例子咧，最出名嘅咧就係伊利諾伊州啦。你如果睇一睇個地圖咧，睇上去咧係非常之醜陋嘅。所以咧，民主黨呢一邊咧可以進行 gerrymandering 嘅空間咧係唔多嘅。咁總而言之咧，如果呢一場重劃選區嘅戰鬥咧繼續打落去嘅話咧，咁咧民主黨咧只會係更加蝕底嘅啫。咁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民主黨嘅註冊選民咧喺度大幅嘅下滑嘅。咁紐約時報咧喺8月20號咧就發布咗一篇文章嘅，咁咧佢就指出咧喺30個允許選民按照黨派註冊嘅州咧，以及係華盛頓特區咧，民主黨嘅註冊選民咧喺2020到2024年之間咧，一共下降咗210萬。而且要注意嘅係咧，每一個州民主黨嘅註冊選民咧都係喺度下降，無論你係紅州、藍州定係紫州咧，都係咁樣嘅。而且咧喺同期咧，共和黨咧就增加咗240萬嘅註冊選民，咁啊即係此消彼長啦。咁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話喺傳統上面咧，一直咧係特別可以籌款嘅民主黨咧，而家都出咗問題。咁喺2024年嘅總統大選之間咧，哈里斯咧喺6月份正式接替拜登之後咧，喺短短4個月嘅時間之內咧，就一共籌款咗超過咗10億，甚至咧有報道話咧佢籌款咗超過15個億嘅。但係總統大選結束唔夠1年之後咧，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NC 咧喺今年上半年咧手入邊佢嘅現金咧就係剩低1500萬美金嘅啫，但係咧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INC 咧佢哋咧就有8000萬美金嘅，所以咧就從呢3點嚟睇咧，對民主黨咧係非常之不利嘅。投票講嚟講去咧都係話邊個票多咧就係贏，所以咧
重劃選區嘅戰鬥咧，會令到穩固嘅民主黨席位會減少嘅，所以民主黨咧就更加需要咧喺其他州咧要自己嘅鐵桿選民咧出嚟投票嘅。但係喺30個州入邊咧，佢哋30個州都有損失，一共咧就損失咗210萬嘅選民。咁雪上加霜嘅就係咧，而家嘅選戰咧就係燒錢嘅遊戲。咁而 DNC 咧喺籌款上面咧，亦都係遇到咗麻煩嘅。咁就算話咧，在野黨咧一般喺中期選舉咧表現咧一般都會好啲嘅。呢幾個因素咧加上嚟咧，亦都係夠民主黨去頭痛嘅。咁大家覺得26年嘅中期選舉邊個會贏呢？如果你覺得係民主黨嘅話，就寫1；共和黨嘅咧就寫2啦。但係咧呢個都唔係終點㗎，因為咧民主黨嘅未來咧只會係越嚟越頭痛嘅。我哋頭先講嘅嗰幾個因素咧，其實咧講到尾咧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亦即係話美國嘅人口變化情況對民主黨係非常之不利嘅。總體嚟講咧，主要嘅人口流動趨勢咧係從加州、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呢啲州咧就係遷出，就係到咗好似德州、佛州、北卡等等嘅。咁咧失去人口嘅絕大部分係南州，咁而得到人口嘅咧絕大部分咧都係紅州或者係偏向紅州嘅搖擺州。咁呢啲人口流動嘅趨勢咧已經唔係1日2日嘅事啦，已經係持續咗至少有10年嘅時間啦。咁而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美國國會咧由參議院同眾議院組成啦。咁參議院咧每個州咧就選舉2個人，結果咧就係民主黨咧本身咧喺參議院咧就面臨巨大嘅劣勢，因為隨住政治嘅極化咧，深紅州嘅絕對數量咧要比深藍州咧係要多嘅，所以無論點樣選舉嘅話咧，共和黨喺參議院嘅選舉咧都係佔據咗優勢嘅。咁而講翻眾議院方面，佢咧一共有435個席位，咁而每個州嘅席位咧就由佢嘅人口嚟決定嘅。咁人口最少嘅州咧只有得1個人，咁咧最多咧就係冇上限嘅。而家美國嘅第1同第4人口大州分別係加州同紐約州咧，喺眾議院咧分別有52席同埋26席嘅。咁聽起嚟咧係非常之多嘅，但係根據而家嘅情勢嚟睇咧，有多個研究機構指出咧，喺2030年嘅人口普查之後咧，加州咧最多可能會失去4到5席，紐約州咧會失去2到3席，咁而其餘嘅幾個南州咧亦都好唔到去邊，好似伊利諾伊啊、明林蘇達啊、羅德島啊呢啲州咧都會失去席位嘅。咁加起上嚟咧，南州咧最多可能會失去15席，而紅州咧最多可能加多11到12席。而且咧無論係加州定係紐約咧，眾議院嘅席位咧早早就過咗佢嘅最高峰啦。特別係紐約咧喺二戰之前咧最高咧有45席，咁後嚟咧延續住其他州嘅人口增長咧，紐約嘅分配嘅席位咧已經係變成咗26席，咁咧就縮水咗19席。咁外加上幾年咧人口喺度下降咧，咁亦都係點解民主黨嘅註冊選民咧會下降咁多嘅重要原因之一啦。咁如果你嘅州總人數少咗啦，咁你嘅選民人數肯定只會下降啦。另外一點嚟睇咧，如果你本身有10個選區，而家變成咗8個選區嘅話咧，咁你每一個剩低嘅選區咧，包含嘅區域咧就係更加大，咁咧佢就會包含更多住喺唔同區域嘅人啦。咁咧亦即係話咧，絕大部分情況下咧，共和黨嘅選民咧亦真係更多，所以咧你要做嘅 gerrymandering 咧就更加之困難啦。如果仲嫌唔夠喉嘅話咧，人口嘅數量咧，亦都係對總統選舉咧有決定性嘅影響喎。因為咧總統選舉咧係選舉人團制，而且係贏家通吃 （winner takes all）。所以咧每個州嘅選舉人票咧就係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嘅席位嘅總和嘅。我哋之前講到咧，南州最多可能咧會失去15個席位。咁喺2030年之後咧，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咧有可能咧要至少贏低7個搖擺州嘅5個咧先有機會贏嘅。但係喺2024年嘅時候咧，哈里斯咧理論上只要贏3個州就可以啦。所以咧民主黨要贏得總統選舉嘅可能性咧，亦都會減少嘅。因此南州人口數量嘅下降咧，甚至話南州人口增長速度冇咁快咧，對民主黨嚟講咧，可謂都係五雷轟頂嘅。另外咧，
如果共和黨喺2030年嘅時候咧，仲係執政嘅話咧，咁咧佢哋一定會盡一切可能咧，將非法移民咧排除喺人口普查之外嘅。另外再加上咧呢幾年時間咧驅逐嘅非法移民咧，南州嘅席位咧甚至會繼續減少嘅。所以咧，如果咁樣落去嘅話咧，民主黨咧真係可能成為萬年在野黨嘅。不過咧，民主黨嘅支持者咧，亦都唔使完全絕望嘅，因為咧共和黨咧亦都唔係可以一直安枕無憂，佢哋同樣咧有好多不利嘅客觀因素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嚟分析啦。咁如果你中意咁樣嘅客觀分析嘅話咧，就記得鎖定不左不右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